同学们好，保驾一路，野马分鬃，接上式前招后招。后招，好，身法微向右转，左手上穿，右手下按，松左胯，左手逆缠，右手顺缠，身法向左螺旋，右手合于右膝上方，顺势领膝提腿，放松下沉，右斜前方开步。左手合于左膝上方，右手合于右侧胯间，松左胯，当走后弧，右手由托转穿，逆缠外捧合于右膝上，左手顺缠捧于左膝上方，坐胯摆脚，重心微向左移，领左膝，顺势上提，松右胯，左斜前方45度开步，当走后弧，左手由托转穿，右手顺缠放松下沉，左手合于左膝上方，右手合于右膝上方。好，换个方向。后招变野马分鬃，身法微向右转，左手上穿，右手下按，松胯螺旋，领膝上提，开步下沉，由托转穿，螺旋外捧，坐胯摆脚，领膝上提，开步相合，由托转穿，螺旋外捧，相合应手。好，野马分鬃这个动作呢，是老架一路里面特别有特色的一个动作。大家都知道，野马分鬃里的有一个劲儿叫做裂劲儿，是大家这个练习太极拳的过程当中付最多的一个力量，是不是？那么咱一会儿讲到重点的时候，把这个细节跟大家去进行一个讲解。首先第一，我们身法从后招变野马分鬃时，首先要注意身法形成一个御左先右的变化。合在这块以后，不要着急直接上穿螺旋外捧去松左胯，要先让身法产生一个小小的下沉。当臀部在向后坐的过程当中，左胯上下折叠了，是不是内侧也在微微向外打开？好，这个时候咱借助左胯的上下折叠，微微相合右胯，右脚是虚步，千万不要把重心往前去移，这个地方就引出了一个易错点。因为很多同学在做野马分鬃的时候喜欢这样，前捧，重心前移，然后再移重心，再领膝上提，有一个身法前后晃动的问题啊，这儿尽量咱就不要犯，因为虚步不吃劲儿。好，那么当我们右胯螺旋相合的时候，大家看一下，左手顺势上穿，这个动作肯定是跟着左胯上下折叠，让左脚脚跟找着劲儿，才能形成一个上下的对角相合。这个时候随左胯上下折叠，右胯螺旋相合，形成了一个身法微向右转，左手上穿，右手下按的动作。然后咱们再顺势松左胯，以中线的向左螺旋来带动左手逆缠，右手顺缠，它就是一个这样的动作。现在有很多同学的错误点，就像刚才给大家演示的一样你上穿了，身法是直接松的左胯，所以左手的穿捧螺旋的这个力就消失掉了。那么我们得先通过当胯折叠，两胯的一个放松相合，先让左手上去，随后再用当胯的左右螺旋带动中线向左螺旋的同时，捧出咱们的两掌，这是一个比较细节的地方。好，第二，我们在提膝抬腿的时候，大家需要看一下这个位置很多同学在提膝走野马分鬃的时候，出现了一种提膝站不稳，并且一开步很想往前去冲身子的问题。这一点呢，不管咱们在哪里去讲，都会跟大家去强调。首先，单脚独立支撑的时候，一定要切记胯它在提膝开步的同时，不能产生上下张开的动作，还是一个向下折叠相合的动作，对不对？那么同样，当我们向下折叠相合的时候，我们的当胯形成了一个下沉，那我们去想想咱们的肚子，
当胯下沉的同时，如果我们合腹，当胯相合的同时，腰腹也相合，这个时候你的重心不光在往下沉，同时小肚带着我们身体也进行了一个上下的相合，这样子你在慢慢向下屈膝的时候，重心就始终可以合在咱的左腿上，就不至于出现啪往前冲身子的问题了。你看，如果合不住肚子，我一松胯，我肚子还在这吊着，你一抬右腿，就不自觉的被右腿的重量带着往前去偏。所以呢，把肚子合住，右腿往里收，再开步，你这个步伐走的会很轻盈。所以呢，站不稳和开步想往前倒的问题，都是因为大家在开步的过程当中，腹部核心没有收紧。换一句话，就是大家常听到太极拳当中所说的一手丹田没守住，跑偏了，然后形成了一个身体乱跑的问题。丹田得收住，是吧？好，那么下一个重点，有了好的开步和有了一个好的支撑之后，我们应该考虑什么？落完步以后，重心的转化。重心在转化的过程里面，野马分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当走后弧。那咱们结合之前讲的这些重点内容，当我们的身法形成当走后弧的时候，光走重心的过程，身法是出现了一个大螺旋。那么蹬左腿当走后弧，重心右移的时候，两胯还没有开始进行一个主动的开合螺旋，是不是？所以右手此时此刻的劲力就非常像我们的基本功单手侧面缠丝一样。随着左胯放松下沉，记住这是下沉，不是左右相合。左胯放松下沉，推动咱们的胯向右螺旋，移动重心。你的右手会产生一个向内拨掌、内旋、顺缠上蓬的动作，类似于托掌一样。你看一合，好像右手在往上托，这样的一种感觉。那它的这个右手的主动的来源是哪里？左腿上。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错误的外形，就是很多同学喜欢一开步走手是没有一个由上蓬转穿掌的一个过程，而是直接产生一个螺旋向外拨掌，直接向上穿掌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得注意，左脚脚后跟和右掌的掌根它是一个相合的动作。随重心螺旋，先把右掌顺缠向内相合螺旋膨胀，随后再放松自然的重心到位以后，力量是不是还有一个惯性节节贯穿的力？顺势将右手向前穿捧，随后当右手穿到了这个眉心额前的位置以后，或者是说与肩同高的位置以后，再松右胯，螺旋相合，顺势外捧。你看，咱们从正面看一下，开完步以后，右手合在这个位置，左腿一蹬，看到没有？身体是一个向左螺旋的过程。所以当身法产生了向左的螺旋，那右手一定会向内相合膨胀。所以随着向内相合的膨胀，重心到位了，好，顺势沿膝盖内侧去穿掌，穿上去以后，好，右胯一松，螺旋外捧。那这个地方的基本功是不是跟大家就相对于来说强调了一遍？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让当胯整个拧转过来。如果说手没有产生由托捧转穿掌，那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你的身子是直接拧过来的，拧膝跪腿，这个问题是太极拳当中常见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咱们得先注意，捧掌以后再穿掌，这是个细节问题，需要大家掌握到身体上。那么再一个，我们在穿完捧掌螺旋相合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很多同学好奇说，老师，这个野马分鬃它到底是合于膝盖上还是合于膝盖外侧？咱们就想想吧，那个剪刀在剪东西、剪断东西的时候，都是正好合上，东西就断掉了。那这个位置也是同理，当我们的右手合于右膝上方，与右膝上下相照的时候，也就形成了类似于一个剪刀剪切的过程，上下相照，劲力相合，就没有说咱剪不倒的东西了。那手的高低这个地方是活的，你说你想这个人比较高你就往上多捧一些，人比较低你就往下稍合一些，
这个是活的，一般高度都是与咱们的面门齐高或者与肩同高，在这些地方上。那同样，咱们不能光看右手啊，还得看左手。你捧完右手的这个过程里面，注意看啊，身法形成了重心的右移，那你看过程里面是不是右肩向前，左肩向后，对不对？所以左肩在向后螺旋的过程里面会形成一个自然的放松下沉，哎，慢慢的相合合下来。合的过程当中，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？就是一个自然放松的顺缠落掌，这块不要刻意的去拧咱的手臂，很放松，哎，自然放松螺旋，你的手臂就沉下来了。随后，当我们右手穿出去以后呢，这个地方你看，两个掌心从这边看，它还是一个相照的，啊，等到咱们右胯，哎，重心到位了，开始相合的时候，再慢慢将你的左手利用这个肩肘手的螺旋走一个顺缠，把两手顺势向外捧出，啊，这样的过程就可以了。捧完以后，左手和左膝也是相照的，把这点注意一下。那反观我们的右侧，也是从正面看啊，先看步伐。很多同学说，老师，野马分鬃这个步子，我重心开到右腿以后，我上左步，我直接上，我可憋得慌，我怎么样去处理野马分鬃的步伐呢？哎，答案很简单啊。当我们重心来到右腿以后，左右的野马分鬃它不是一个连续的动作，而是将左侧的野马分鬃用法和右侧的野马分鬃用法给你连一起了。所以，那么我们转接到左侧的野马分鬃转螺旋上捧，它就相当于是一个新的动作，就不需要我们去考虑，哎呦，老师，我左侧野马分鬃我做的时候右步该怎么去配合，就一个点，坐胯摆脚。你看正面，我现在重心在前腿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右胯这个时候达成螺旋相合了，是不是？稍微往下一松沉，一松沉以后，重心是不是要往左腿往后走？身法要微向右转，哎，所以稍微松下来一点，重心往左一偏移，哎，左腿能吃上劲儿了，当胯向外一螺旋，右脚脚尖打开，上左步提膝开步，又形成了一个右侧相同的动作。那么在右手推捧左手的时候，就跟前面的重点是一样了。你都续到这儿了，左手合到哪？胯间了，先蹬右腿，左手要先产生膨胀，是不是？随重心到位，慢慢从膨胀转穿掌，然后再从螺旋相合的时候，再上下手膝相照。那右手也是同理，蹬右腿的时候重心左移，哎，右手自然放松，慢慢下沉，然后等着咱们重心到了，手也穿到位了，一合一转，右手顺缠，左手逆缠，合到右膝上方和左膝上方，立身中正，还原定式。所以野马分鬃这块的动作是两边动作是重复相同的，只不过是一个左边的练法和一个右边的练法啊，就很容易让老师们在步伐上导致很迷。上步都是斜45度，坐胯摆脚。你看咱们哪怕穿完左边了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步伐如果变灵活了，你侧步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啊，侧步也是可以的，只要步伐灵活，这个动作就是左右两侧不同的用法啊。这是野马分鬃，大家多练习。